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我呢，当了这么多年的相亲红娘，见惯了人间百态，今天不聊那些家长里短，给大家讲个特别的故事，帮你听完直呼过瘾。故事的主角是个广州的老父亲，叫老陈，今年50多岁了，典型的广东人，平时爱喝早茶，讲话带点粤语腔，家里就一个宝贝女儿小美。小美好几年前跟一个台湾小伙子谈恋爱，那小伙子是台南人，长得挺帅，做 IT 的，家里开小工厂，条件不错。丽姐我当初还帮着牵线搭桥呢，毕竟我熟门熟路，知道台湾那边男生的脾性。小美跟着小伙子结了婚，就远嫁到台南去了。老陈嘴上不说，心里其实怪想女儿的，但又不好意思老跑台湾，怕人家笑话他撵女儿。这次呢，是小美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老陈终于憋不住了，买了张机票，直奔台湾去看外孙。老陈下了飞机，坐高铁到台南，一路上还挺顺利，心情那叫一个美滋滋。他想着，台湾啊，不就是个小岛吗？能有多大阵仗？结果呢，他刚到台南没2天，就撞上了事儿。那天是周末，小美说带老爸去台南市区逛逛，吃点当地小吃，顺便看看风景。老陈一听乐了，心想台湾的卤肉饭、珍珠奶茶他早听过，这不得尝尝鲜。一家人刚走到安平老街那儿，准备找个摊子吃蚵仔煎，远远就听见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。老陈耳朵尖问小美，这是啥动静啊？像不像广州上下九那边搞促销？小美一听笑了，爸，这可不是促销，估计是有人在街头抗议啦，咱们过去瞧瞧。老陈一愣，心想抗议这词儿他当然知道，但在大广州生活几十年，他还真没见过啥像样的街头抗议，最多也就是小区门口有业主吵物业费涨价，或者菜市场有人跟摊贩争个鱼价，哪见过正儿八经的上街啊？他好奇心上来了，跟着小美往前走，结果这一走真是让他开了眼界。只见前面一条街上乌泱泱全是人，少说也有几百号吧，手里举着牌子喊着口号，还有人敲锣打鼓，场面那叫一个热火朝天。老陈瞪大了眼，牌子上写的啥反对某某政策，还我公道之类的，他没太看懂，但那股子气势直接把他镇住了。哎呦喂，这咋回事啊？老陈忍不住问小美，小美一边抱着孩子，一边跟他解释，爸，这在台湾很常见啦，这边的人有啥不满意的，就喜欢上街吼两嗓子，政府定了啥政策，他们觉得不公平，或者有啥社会问题没解决，就会组团出来抗议。今天这个可能是最近台南市政府搞了个新规，大家不乐意了吧？老陈听完，嘴巴张的能塞下一个茶叶蛋，心想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在大广州哪有人敢这么干啊？他平时看新闻，知道大陆管得严，这种事儿根本不可能上街，大家最多在网上吐槽2句，键盘侠们敲敲字就完事了。这还没完呢，老陈跟着人群往前挤了挤，发现抗议的人群里啥人都有，有穿的挺讲究的中年大叔，也有背着书包的学生，还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，甚至还有几个老阿嬷拄着拐杖也来凑热闹。大家喊口号喊的那叫一个整齐，中间还有人拿个大喇叭领喊，喊完一段还有人鼓掌叫好。老陈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想这咋跟搞 party 似的。他忍不住问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，你们这样搞不怕警察抓啊？那小伙子一听笑得可开心了，大叔，警察才不会抓啦，他们就在旁边看着，维持秩序而已，你看那边。老陈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几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路边，表情淡定得很，手里连警棍都没拿，就跟看热闹似的。老陈心里那叫一个翻江倒海啊，他在大陆生活这么多年，哪见过这阵仗？要是在广州，别说几百人上街了，就是几十人聚在一起喊2嗓子，估计早被劝散了，搞不好还得请去喝茶。他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，这台湾人咋就这么大胆呢？小美看老爸一脸懵，赶紧给他递了瓶矿泉水，爸，你别紧张了，这边就这样，抗议完大家该干嘛干嘛，不会打架的。老陈喝了口水压压惊，可眼睛还是离不开那群人。他突然觉得这场面虽然乱哄哄的，但又有种说不出的秩序感，跟他想象中的穷乱差完全不一样。
老陈站在那儿，眼睛盯着那群抗议的人，心里头那股震惊还没散呢。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发现这街头抗议还真不是随便乱来的。你看那人群里，有人专门举着横幅，横幅上字写得工工整整，还有人分发传单，传单上印着他们的诉求，条理清晰得很。老陈接过一张传单，瞅了瞅，上面写的是啥反对某某开发案、保护环境之类的。他虽然没太搞懂具体是啥事儿，但这组织能力让他暗暗啧舌。哎呀，这哪是乌合之众啊，简直跟办活动似的，专业的不得了。他再一看，旁边还有个小摊子，几个年轻人忙着给大家发水发面包，喊着大家辛苦啦，来补充点体力。老陈心想，这咋还带后勤保障呢？要是在大陆，别说发水了，聚堆儿喊2声，估计连瓶盖都捡不回来。他问小美，这谁掏钱啊？这么多人吃喝不得不少钱吧？小美笑着说，爸，这都是自发的啦，有人捐钱，有人出力，大家觉得这事儿重要，就凑一块儿干了。老陈听完，眼睛瞪得更大了，自发，这词儿他熟，可真没见过这么自发的场面。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，这台湾人日子过得是真不赖啊，不然哪有闲工夫搞这些。说到这儿，丽姐，我得插句话，老陈这反应其实挺能代表大陆人对台湾的刻板印象。很多人一提台湾就觉得那是个小地方，经济不行，生活苦哈哈，跟大陆比差远了。可实际上呢，台湾社会发达得很，不是咱们想的那样穷。就拿这抗议来说吧，人家能上街，不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了，而是因为他们有底气，有自由去表达。你看那些抗议的人，穿得体体面面，手机拿的都是最新款，哪像穷人啊？老陈慢慢也看出来了，这场面虽然热闹，但没人破口大骂，也没人砸东西，反倒有点像社区活动，吵归吵，最后还挺和谐。就在这时候，抗议队伍里突然有人开始唱歌。老陈一听，哎呦，这旋律还挺耳熟，好像是啥老歌改的词儿。人群跟着唱起来，声音洪亮得很。路边还有人掏出手机录影，喊着这要发上网，点赞量不得爆棚。老陈彻底懵了，心想这抗议咋还整出综艺感了？他扭头问小美，你们平时都这样吗？小美点点头，差不多了。台湾人很爱热闹，有啥意见就说出来，政府也习惯了，不会随便抓人。老陈听完，沉默了半晌，突然眼眶有点红。他不是被吵的，而是被这氛围震到了。这自由劲儿，这活力，大陆真没得比啊！丽姐，我在这儿多说两句，大陆跟台湾的文化差异真不是一点半点。大陆讲究稳定，啥事儿都得按章办事，上街抗议这种事儿想都别想。可台湾呢，人家从小就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，觉得有意见就得说出来，不然憋着多难受。你看老陈，他在大广州住了大半辈子，见惯了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，可这种街头民主，他头一回见，心里那股冲击力简直没法形容。他站在那儿，看着人群散去，看着警察挥挥手走人，看着路边摊贩继续吆喝生意，突然觉得台湾这地方真不是他以前想的那么简单。散场后，小美带老陈去吃了碗牛肉面，老陈一边吃一边感慨，这地方日子过得真不一样啊，我还以为台湾就是个小岛，啥都没有呢。小美听乐了，爸，你这想法也太 out 了，台湾经济不差的，生活水平很高，咱们吃的这碗面，汤底都是熬了好几个钟头的，食材新鲜得很。老陈点点头，夹了块牛肉放嘴里，心想这味道还真不赖，比广州有些馆子还讲究。他开始有点明白为啥小美愿意留在台湾了，这儿的生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吃完饭，老陈还没缓过来，小美又带着他去逛了夜市。夜市上人头攒动，摊贩叫卖声此起彼伏。老陈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小吃、手工艺品，突然觉得台湾这地方真是藏龙卧虎啊！他之前总觉得大陆啥都有，台湾肯定比不上，可现在一看，这小岛上的烟火气愣是比广州还浓几分。他心里那股震撼还没散呢，接下来的事儿更是让他泪流满面。老陈逛完夜市，肚子里塞满了蚵仔煎、臭豆腐，腿都走得有点酸了，可心里还是被白天那场街头抗议塞得满满当当。他跟小美回了家，晚上躺在沙发上，手里捧着杯台湾的高山茶，脑子里还在回放那几百人喊口号的场面。
哎呀，这感觉太奇妙了。他忍不住跟小美感慨，闺女啊，你们这儿咋就这么热闹呢？在大广州哪有这种事儿啊？小美一边给孩子换尿布，一边笑，爸，台湾人就这样啦，喜欢凑热闹，有啥想法就得说出来，不然憋着多不爽。老陈听着点点头，可眼神里还是有点迷雾，散不开。第二天，小美带老陈去台南的赤坎楼转转，想让他多感受点台湾的文化味。结果呢，刚走到那儿，又撞上了一小群人举牌子抗议。这次规模不大，就几十号人，喊的是啥保护，估计反对拆迁之类的。老陈一看，乐了，哎呦，这又是咋回事啊？你们这儿咋天天都有人上街？小美耸耸肩，爸，这不算啥大事儿了，台湾人很在意自己的生活环境。有啥不满意的就出来讲几句，习惯就好。老陈听完，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发现这群人喊完口号，还跟旁边几个路人聊上了，气氛一点不紧张，反倒有点像邻里唠嗑。这时候，一个老阿伯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叠传单，看老陈盯着人群发呆，就递给他一张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大叔，你是观光客吧？这估计要是拆了，我们台南的魂都没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老陈接过传单，愣了一下，点点头，是啊，估计得留着，拆了怪可惜的。老阿伯一听，拍拍他肩膀，对吗？你也懂，我们就是要让政府听到这话。说完就走回人群，继续喊口号去了。老陈捏着传单，低头一看，上面写的头头是道，还有照片和历史介绍。他突然觉得这抗议还真有点意思，不光是吵吵闹闹，还有文化味呢。这一刻，老陈心里那股震撼终于炸开了。他站在赤坎楼前，看着那些人来人往，看着路边的小摊贩忙着招呼客人，看着警察站在远处淡定的抽烟，突然鼻子一酸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赶紧拿袖子擦了擦，生怕小美看见，可小美还是发现了，忙问：“爸，你咋啦？”老陈摆摆手，哽咽着说：“没啥，就是觉得你们这儿真好啊，这事儿在大广州真不敢想。”他这话说的有点乱，可小美秒懂，拍拍他肩膀：“爸，你别激动啦，这边就这样，大家习惯了。”丽姐，我得说，老陈这泪水可不是白流的。他这辈子在大广州见惯了高楼大厦，见惯了地铁人挤人，可这种街头抗议的场面，真把他心底那根弦给拨动了。大陆跟台湾的差异，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而是活法不一样。台湾社会发达，不光是经济上，人家那股自由劲儿，那种每个人都能站出来说话的氛围，是大陆没法比的。老陈以前总觉得台湾穷，觉得小美远嫁是吃苦，可现在他才明白，这儿的生活有种让人羡慕的底气。回广州前，老陈特意去买了点台湾特产，凤梨酥、太阳饼啥的，还跟小美说：“闺女，你在这儿过得挺好，爸放心了。”小美笑着送他上了高铁，老陈坐在车上，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色，心里还是有点空落落的。他突然想到，这趟台湾行，不光是看了女儿，还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回去广州，他估计得跟老伙计们好好吹一吹这事儿，告诉他们，台湾可不是他们想的那样穷乱差，人家那是真有料啊。丽姐，我讲完这个故事，心里也挺感慨，台湾跟大陆各有各的活法，没啥高低之分，可这差异真能让人大开眼界。老陈这泪水流得直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啊，咱们下次再聊。